真的一下子涨了10%几，那我这个组合加进去的话，我是不是我就很哇塞了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除了这个2元相关性，我还要进行3元相关性这样一个测试啊。我的组合相关性啊，我把微软、Verizon、IBM 都加进来，然后我们去看啊，这个的话和之前一样啊，两的，只不过我加了一个 Verizon 和 IBM 啊，你看啊，负 0.06 啊，更不相关了。所以两相关性最显著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微软和 IBM， 它们的相关性是非常非常的哇塞的，然后剩下的这2个都不哇塞。所以说，那我在做投资组合的时候，第一啊，它有一点点相关性，但不是特别的大。那这种情况我可以做一个比例，对吧？比如说咱就按这个比例啊，主仓位微软啊，然后2个防守仓位，一个 Verizon， 一个 IBM， 咱们做一个3:2:1啊。这个 IBM 这个比1的话，咱们也是有这样一个肥尾效应的。万一这个今年 IBM 啊，这个价格回报啊，咱们一下子很哇塞的转正了，咱是不是就可以有这样一个超额收益在里边？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对于这个投资组合的比例做的这样一个测算啊。他们的这个波动率啊，组合的波动率啊，也是有2种方法，皮尔森和 Spearman， 随便哪一种都差不多啊，16%。啊，刚刚我们这个 Verizon 单独的话是多少？15%嘛，这边的话是16%，这个是不是差不多了？但是呢，多元化收益啊是从36%提高到了37%了。除了这个之外，我还要做一个横向对比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这几个，我微软和 Verizon 是我的第一选择啊，我比如说我1:1，我3:2，对吧？这样也可以啊。然后呢，还有一种就是微软 Verizon 加 IBM， 我3:2:1啊，这样一种组合啊。这边的话是股票啊，它的持仓比例，对吧？我1:1就是50% 嘛啊，那这个的话3:2:1就是50、33、17啊，差不多嘛。它的年化收益率上，在我不含股息率的情况下，因为含股息率的话咱们做比较麻烦，我不含股息率，我直接看它的年化收益，我是不是直接可以从这个图表上就直接拉出来了？我这个年化收益率，我如果是微软加 Verizon 的话，我年化收益率还不错，4.88%，这个比无风险的这个利率啊4.25%啊还要高那么一点点，然后年化波动率也不大啊。如果是3:2这么样一个比例的话，我的年化收益率啊稍微差了一点啊。当然，如果3:2:1的话，年化收益率是最差的啊。当然，这个要注意啊，是我们不含股息率啊，它的波动是差不多的。然后多元化收益啊，也是这个是最好的。就是如果有3个股票啊，咱们的多元化收益是最好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这个股票投资，不管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，它都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啊，或者是干脆的就是我这一年我都是0，这也是可以的。但是我的波动不是那么大。我假如说我年化个股加权波动率啊是28%啊，我的最大回撤是不是有28%？对不对？所以说我这边多元化收益了之后，我最大回撤一下子优化到了17%啊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去要做这个投资方案，我去要做这个多元化分析。其实做这样一个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把我们的收益率曲线变得相对来说平滑啊，把我的波动率啊降的越小越好，我波动率为0是最好的，我不波动，对不对？我直接从0干到1，这不是最好的吗？但是没办法，咱们股票都是要有波动的啊。如果说我们再把股息率给算上呢，微软的当然很微弱啊，在这个基本上不用看了，主要是 Verizon 和这个 IBM 啊，这个 IBM 的平均股息率也不是太差，2.5%啊。高的时候有3%啊，3点几。然后 Verizon 的话，高的时候能达到了7%啊，低的时候也有4点几啊。所以说单从股息率方面啊，就非常哇塞了。然后，所以我再把我的股息率和
这个年化收益率啊这么一对比啊，咱们按照价格和股息来计算啊，股息率的贡献占比啊，这么来看的话，我的第一选择啊，我总收益率是多少啊？微软加 Verizon 如果是1:1的情况下，微软加 Verizon 总收益率达到了 7% 啊，年化而且波动率很低啊。所以说我如果说做这样一个组合的话，在去年1年啊，就是这2只股票啊，其实 Verizon 还不错，但是微软呢就是比较拉胯，对不对？那你想还没有启动啊，就这2只股票在它比较差的情况下都有 7% 啊，高于无风险利率2个点，甚至有3个点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我就闭眼买就行了啊。但是我为什么还要做一个微软加 Verizon 加 IBM 呢？就是要考虑到 IBM 它有可能有这样一个反转啊，它不可能一直跌嘛，结果他妈反转来的太快啊，昨天他妈的就反转了，不给我上车的机会啊，也不知道商哥怎么回事啊，今年真的是，哎呀，得去拜拜啊，真的得拜拜老李，拜拜这个咱们的大仙儿啊，这个如果说这个组合的话啊，考虑到这个肥尾效应的话，我虽然总收益率看起来是比较低的，但是你要考虑到 IBM 去年1年的收益率是负的 10%， 这么样一个拖力啊，在这种拖油瓶的情况下，哎，都有 2.81%。那我想一想啊，我的多元化收益还是高达 37%， 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是不是可以等 IBM 它的这种价格收益转正之后，我给它加进去啊，真的是没想到啊，它转的这么快，真的是没想到啊！哎呀，所以说这真的是命不好啊！我他妈的，如果说周一啊，5月18号咱如果能干进去啊，这不直接拿10%啊！结果我周一的时候我买的是 Verizon， 在这个点啊，46.02块，46。也还不错嘛，也有个4%到5%，但是还是没有 IBM 这么的哇塞啊！我们看这个，哎呀，真的是，这是周一的持仓啊，46直接干了200股啊，直接把仓位干到了9000多块钱，这样一个比例啊，咱们可以看啊，咱直接干了9000多块钱嘛，对吧？我微软持仓是18000，然后这个9000多啊，虽然不是完美的3:2啊，但是也还是可以吧啊，我应该再多干一点啊，再多干一点就好了。这个不着急，咱们等下一次啊买入的机会。然后 IBM 的话也是一样的，咱是直接干了25股啊，也是一笔买入啊。哎，今天还涨了一点点啊。咱也是251啊，直接干了25股啊，在尾盘的时候咱干进去的。这个 IBM 如果按照持仓比例的话，它实际上，哎，这个 IBM 我干的是不是啊？18000除以6是不是3:1啊？我就是我的微软的1/3啊。这个 IBM 干的仓位还是不错，但是买卖点我操，我要再早一天，操！我周一我都不用周一，我昨天我前天我5月20号我干，我是不是我就血赚？我操！哎呀，真是没想到啊！哎，行吧，今天就讲这么多啊，跟商哥看透一键3连。